嗨，大家好！我现在呢就在我身后的这个麦当劳吃了一个午餐，就是一个简餐而已啊。现在呢，我准备要骑过马路，开始回程的骑行了。回程的骑行呢，就纯粹就是赶路了啊。在这边呢，回到家大概有30公里左右，要2个小时多吧。我看到有牌子啊，写着黄浦江北外滩国客中心2公里啊。那我在想，这边是不是已经到了虹口的地界了啊？刚刚已经换上了最后一块电池啊，我估计也就是能够拍个40-50分钟了不起了。那么就不管它了啊，拍到哪算哪，断了就在断的地方结束啊。果然啊，这边已经是虹口区了。我看左侧有写虹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。现在骑过临潼路，这边呢还保留着不少以前的旧建筑，但是呢拆掉的应该更多啊。右侧还保留了一些老房子，叫晋阳里，但是前方呢全部都是新的建筑了啊。前方路牌写着外滩。现在经过左侧的浦江国际金融中心，骑过惠民路。这里呢已经是北外滩了，那我今天呢就不进到北外滩滨江了，直接找路骑行回去。现在我右转到海门路上，若干年以后呢，虹口区啊靠近北外滩的滨江地区应该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这里有一个犹太难民纪念馆，这个我可以去里面搜一下看看。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有一些受难的犹太人被一位中国好心的领事官呢，专门放他们到了中国来避难啊。然后呢，上海就成了犹太人的一个集散地。这边呢就有一个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，是要购票才能进去的吗？成人票20。
我眼前的呢就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，就在我的身后啊，是这个纪念馆的模样。前方是舟山路，我就在那边过马路吧。现在我骑过了海门路啊，骑到了东塘之路上。这条路呢，我知道的，以前来过，应该是拆迁最厉害的地方，基本上把这条大马路边上的房子拆这个几乎是一干二净，然后呢就变成了一条崭新的马路。左侧呢就是国际客运中心啊，其实就这个邮轮码头一个母港，这边呢是最早翻新改造的街区。
经过西安路，前方是溧阳路啊。就溧阳路，我的左侧呢还保留着一些以前的老房子，叫平安里啊。左侧的马路呢，就是外滩的隧道啊，就可以穿过苏州河去到外滩。边上呢就是地面啊，也是可以去到外滩的一条马路。而我呢，现在从这条长治路要去找到天东路，走天东路啊，一条和苏州河平行的路，向西骑行。西过武昌路，西过峨眉路，这以前很少关注这些小马路。西过吴淞路，前方呢是乍浦路啊，乍浦路桥非常有名，但我们今天不走乍浦路桥。我住这里，哎，等一下。前方呢四川北路啊，左侧有四川北路桥。骑过了四川北路啊，我的左前方呢，一栋非常漂亮的大楼叫上海邮政博物馆。现在呢，我继续沿着天东路向西骑行。我为了图省事啊，就完全把这个导航啊交给手机了，他叫我怎么走就怎么走吧。经过江西北路，前方是河南北路啊。就每一条马路呢，都对应着一座桥，横跨在苏州河上。骑过河南北路啊，原本呢是可以沿着苏州河骑一段的，但是我想啊，以前都骑过，今天就不费事了，就直接按照导航骑回去吧。上海这座城市呢，就老百姓啊，基本上还是以小资这种心态为主，
他们讲究的是所谓的腔调，他们需要商家呢不断的翻一些花样，要有花头。如果你墨守成规以一种非常传统这样的面貌呢，基本上生意也做不久，做不长。我的左侧呢有一个叫圣宇里，就那边还保留或者说重新恢复了一个老的街区，就以前那种石库门房子整理了以后呢，变成一个商业的街道，就有点像新天地那种形式。就这边应该是唯一的保留的还算不错，或者说重新这个修旧如旧的一片街区吧。另外一个名字呢叫万象天地总之呢，也留了一些老的建筑。当然，这些老的建筑在新的建筑、新的街区里面呢，只能算是一种点缀了，因为大部分都已经拆掉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在曲阜路上骑行。在西藏北路这个路口等了很长时间的红灯。现在呢，骑过西藏北路继续在这条曲阜路上向西骑行。右侧呢就是曲阜路站。这条马路呢已经是曲阜西路了。经过国清路，现在呢在乌镇路准备左转。现在经过光复路骑上乌镇路桥。
然后又转到新闸路上。现在骑过成都北路啊，我的上方呢就是南北高架，上海第一条的高架路。看到右侧这边呢还保留着一些以前的老房子啊，但是好像也所剩不多了。经过瓷器路，前方石门二路呢要左拐了。现在呢，已经转到了石门二路啊。
我的左前方呢，就是在南京西路上啊，上海最大的星巴克旗舰店。现在呢，我骑过南京西路啊，继续沿着石门二路向南骑行。这里呢是吴江路啊，一条石阶。马路的左侧呢是信业太古汇，右边是南京西路站啊，13号线。到了这边呢，就已经变成了石门一路了。现在呢，骑过延安路，上面呢就是延安路高架。骑过长乐路啊，我的右侧呢就是锦江饭店新楼。
现在呢，我已经在瑞金一路上了啊，前方就是淮海中路。现在骑过淮海中路啊，前方呢是瑞金2路。我发现这个导航软件导的路不好，太多红绿灯了，每一个红绿灯都是要等很久。现在呢，我右拐到一条小路。刚刚我检查了一下电池啊，电量基本上快耗尽了。那我就在这条与淮海路并排的南昌路上呢，结束我今天第4段的骑行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，拜拜。